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05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双来自匡威的 All Star BB Prototype CX， 这名字是真的长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一看到这一双鞋，就会被它超级夸张的中底橡胶上翻所吸引，真的非常的夸张。橡胶几乎占据了整一双鞋的50%，甚至更多。我手上这一双黑金配色的内里，这上面的花纹有点像 Supreme 和 Nike 联名的那一双 Foamposite One， 是不是有点那味儿？而在球鞋鞋面的两侧各有一个匡威的新建标志，在后跟橡胶上面有着 CX 的字样，这也是这一双鞋中底所使用的缓震泡棉的名称。其他在外观方面就没有什么过多可以去说的东西了。那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从它的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的纹路由水波纹以及点状纹路组合而成，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在干净的木地板上能够拥有非常优秀的抓地表现。在做急停以及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不会有过多的滑动出现，效果非常拔群。并且点状式的大底纹路一直都拥有着吸灰方面的先天优势，搭载点状式纹路的篮球鞋，一般来说在吸灰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，穿它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，它的抓地力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只需要难得用手擦拭一下鞋底，就可以拥有够用的抓地力，并且在擦拭了之后能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一双鞋所搭载的大底橡胶在硬度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，还是比较偏软一些的。这双鞋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使用，虽然纹路的深度还算不错，但是这些细小的颗粒看着真的是有点不太牢靠，所以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用来打外场了，好吧？而在中底方面，使用了前掌的扇形 Zoom 加上全掌的 CX 缓震泡棉，这一个缓震泡棉的硬度介于 Luna 和新的那个 Formula 23泡棉之间，它的硬度还算比较适中，在跑动的过程中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它中底泡棉的形变的。而前掌的 Zoom 气垫在内部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凸起，脚感非常明显，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前掌气垫的存在。但是在实战时间久了之后，这种明显的脚感慢慢的会变成一种异物感，体验并不好。而球鞋中底内部的 TPU 片，它的面积是有点偏小的，这种有点偏软的中底缓震泡棉是需要较大面积的 TPU 来作为中底的支撑片的，以此来为球鞋提供更为优秀的中底过渡。但是这一双鞋并没有，它的中底 TPU 片没有办法给这一双鞋提供优秀的前后掌过渡，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，在跑动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整体滚动感是比较糟糕的，中底的过渡并不流畅。不过对于半场的实战来说影响并不大，如果你打全场比较多，那这一双鞋可能并不适合你，穿它打球不会让你有那种想要跑起来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打半场比较多，那它的中底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虽然这一双鞋的造型看上去好像特别的笨重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它在前掌的厚度还是比较薄的，还是有着比较不错的场地感表现的，并且得益于前掌扇形 Zoom 气垫的加持，在突破的过程中，前掌的反应性表现也非常出色。在突破的过程中，中底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泄力感出现，在这一方面的表现确实是非常不错的，并且这个 CX 缓震泡棉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没有问题，在实战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震脚感，不过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还是会略微感觉到一点点它缓震方面的不足。那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，那我建议体重在160斤以上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去选择了。而且这一种偏软一些的缓震泡棉，我对于它的衰减还是有所保留的。我穿这一双鞋一共进行了3场球的实战，暂时是没有感觉到它的缓震有什么衰减，但是后续会怎么样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那如果有知道的兄弟，可以在评论区跟大伙儿说一下。而在鞋面方面，这一双鞋使用了非常大面积的皮质材料作为球鞋的鞋面材料，现在真的算是比较少的了。当然，除了皮质材料之外，还有非常大面积的橡胶材料，这其实也是它鞋面的一个主要部分。不过大家不需要担心它在舒适度方面的表现，虽然使用了非常大面积的橡胶材料作为鞋面的一部分，但是球鞋内部的填充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。穿它打球，在系紧鞋带之后，双脚在鞋内也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异物感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
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，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有一点点偏窄的朋友来说，系紧鞋带之后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的。但是由于球鞋的鞋带布局相对来说比较靠后，在鞋头部位的包裹很难进行调节，在实战的过程中，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，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，有时候在急停的时候，甚至还会出现顶脚趾的情况。不过顶脚趾的情况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系紧鞋带之后，球鞋在中后段的锁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在跑动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掉跟的现象，并且厚实的内部填充以及超厚的鞋舌，即使是你把鞋带拉得非常紧，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。当然，这也就意味着它在透气性方面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。还有一点，当你把鞋带系得非常紧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鞋带是真的长，即使是再加2对鞋带孔都完全够用，这一点真的特别难受。而大面积的橡胶包围让这一双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有了保证，不管你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，并且它在后跟处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加厚，保证了后跟处的支撑，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上翻，让这一双鞋能够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。但是因为中底缓震材料有一些偏软，并且它的橡胶包围其实都是比较偏软一些的，再加上中底的 TPU 片面积是比较小的，穿它实战的时候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到足弓处的拉扯感，整体的中底抗扭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欠缺的，用手就能轻松把它扭成麻花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非常轻松这双鞋穿久了之后，对于足弓处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而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宽大，并且在前后掌都做出了一定的外扩。虽然大底是呈弧形的，但是球鞋的整体重心是比较低的，穿它实战脚底下非常踏实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而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 Prototype CX 重量是415克，在重量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，但是也还算可以接受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1级，这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普通，并且问题还非常多，抗扭欠缺，动态锁定比较一般，足弓支撑弱，滚动感糟糕，穿着时间久了之后气垫的异物感强，这些都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些缺陷。对于一双2级市场价格在原价附近，甚至还需要去加价才能购买的篮球鞋，我觉得完全找不到购买它的理由。如果它的价格能到个400左右，那买一双玩玩，体验一下新的缓震科技，但也还算可以接受。但是现在的价格，我是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的。那如果你还是不听劝，还是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这一双鞋是不偏码的。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.5还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，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，因为它的鞋带布置是比较靠后的，无法调节前掌的包裹，所以偏窄脚型的朋友，我并不推荐你们购买这一个鞋款。而高脚背的朋友是可以购买它的，分离式的鞋舌对于高脚背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，高脚背的朋友穿它完全没有问题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